那么关于痛点营销法则呢，这是一套经过很多企业应用，并且很有效果的见效快的这么一套法则。那么我们把痛点营销法则分成几个维度，第一个呢叫垂直维度垂直维度分为显性痛点和隐性痛点。第二个呢分为横向痛维度，通过供应商、渠道商、行业或者产业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从显性痛点讲一个案例什么叫显性？就是显而易见，你身边随处可见的案例那么这个呢，其实特别好找特别好找。我们认为好多人说这个痛点不好找，实际上你掌握了方法，其实就特别简单。当然，我会通过一些案例来告诉大家怎么去找到显性痛点。那么这个讲的呢是一个房地产的案例可能大家知道泰安泰安，山东泰安有泰山这个地方，可能大家知道。那么泰安下边有一个县叫宁阳县，我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人那么宁阳县下边还有一个乡叫乡印乡这么一个地方，乡印乡。我们这个房子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当时我们在我们这个好运家园的董事长孙总也是因为听了我一堂课，他觉得有点意思，他想请我去卖房。当时给我说的呢，他说在泰安有一个楼盘。当时我一听泰安这个地方还可以因为我呢特别喜欢跨界特别喜欢跨界。我呢在我们做咨询的项目里边，基本上是一个领域一个行业只服务一家企业，也就是说不服务你的竞争对手。我觉得既服务你又服务你的对手，我觉得这个事儿有风险。为什么？他在掌握你的商业秘密，再去把这些有可能会泄露给你的同行。所以我呢基本上跨界跨得多一些。我认为从营销从品牌的角度，无论什么行业什么产品，它背后的原理是通的，都是价值交换嘛。价值交换就有它的一些基本的原理。所以当时说请我去卖房，这是我接的第一个住宅地产的案例。那么以前没有卖过跨了很多行业，这是我第一个案例。当时我就很感兴趣我真的特别喜欢挑战。我认为所有的不可能都是用来成长自己，来挑战自己的。所以当时呢找我来接手，听完我课以后说邀请我去泰安卖房子。我当时一听觉得有点意思我就答应下来。当然我当时以为是泰安，结果我们坐高铁从北京出发到泰安以后，其实不是，他儿子开车来接我的时候说他们在泰安下边一个县宁阳县，晚上就到那个县了。其实那个县当时给我印象挺深的，到那可能有点晚，11点多了，那马路上的路灯都是黑的当时我还很奇怪，我就接我的时候，我说你这个县城怎么没有路灯呢？他说我们这个县城穷。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这是一个全国的贫困县农业县，80万人口说路灯不点呢，可能因为是第一这个地方人就不多外出打工的多，第二可能财政实力也一般晚上我们就住下了。第二天早上呢带我去看他的楼盘了，早上来接我，然后我们就开车一直走。我就走着走感觉不对都出县城了。我说你们这个楼盘在哪儿他说我们这个楼盘在经济开发区。我说你们这不是个农业县吗？怎么会有经济开发区呢？他说我们政府做了这么一个规划现在可能没有什么企业进去，但是把这块地给划出来了。然后我们走，应该走了2公里多了吧，好像印象是。然后前面看那个丁字路口，越走越荒凉。看那丁字路口上面写了个大广告牌子：好运家园，前方左拐500米。然后我们就左拐。实际上这个左拐我一看好像也不止500米应该拐了2000米了。我就问那个司机，上面写的不是500米怎么拐过去有2000米那司机说我们不能写2000米，要写2000米大家可能就不拐过来了。500米大家觉得反正都拐过来了嘛，很近，实际上再走一走前面也能看得着，就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地方的确是有点偏有点偏。那么下了车以后，我们孙总很客气用了最隆重的这样一个欢迎仪式，敲锣打鼓，那个烟花鞭炮人山人海的搞了一些欢迎仪式其实这个弄得压力就特别大包括拉条幅，马路上拉了很多条幅搞了欢迎仪式，挺好客。其实这给我带来了很多压力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去做咨询的时候，我们客户搞的正事越大影响越大，其实反过来对我的压力越大。为什么？他知道我这要面子，
这个案子我得好好做，如果做砸了，我脸没地方放啊，反正都让别人知道，我得一定把这个项目给做好。所以也是基于这种压力啊，那么把这个欢迎仪式搞完了以后，我们都到售楼处啊，他的整个高管团队和他售楼员啊就提问。我们到企业咨询服务一般都是这样，你们向我提问啊，有本事把我问倒，问不倒是我的水平，我就喜欢挑战。啊，当然，我们这种咨询呢，不是去讲课啊，所以为什么很多老师到企业讲课，讲完了当时可能听得很兴奋，打鸡血一样，哦 yes yes， 但是过了3天、1周或者半个月没用，为什么？我觉得还是没有找到根上的问题。那最好的咨询是什么？听他们的高管说，听他们的团队说，看他们眼中看到的问题。一个人说你听不全，2个人、3个人、5个人，你把这个问题总结归纳一下，你就可能慢慢的从蛛丝马迹里边去找到问题的本质。因为不同的层次，从高管、中层到员工，他站在不同的层次，他们看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这个里边也反映从提问的水平，也能反映出整个团队的水平。啊，水平高的人和水平低的人提问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你要根据这个企业的管理成熟度，这个团队的综合水平，你提出解决方案。啊，不是一个方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啊，人的不同，这个企业不同的时期，他提出的方案、解决方法都会有所区别，就像看病一样，你的病的早期、中期、晚期和你的体质，为什么中医讲望闻问切啊？中医讲为什么中医讲望闻问切？那背后还是根据你的综合体质。所以我们做咨询也是这样的，来了解整个团队的成熟度和管理水平。当然，他们提了很多问题，提了29个问题。我们把它就进行了归类啊，表面上的问题，本质上我们归类就是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白了，这个地方位置偏，离县城大概5公里，位置有点偏，县城5公里，它不在县城所在的乡镇，在县城所在乡的隔壁的那个乡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小产权，大家可能知道大产权和小产权的区别。啊，大产权可以在银行做分期付款按揭，可以有房本；小产权呢没房本。刚开始呢，可能给银行工作还没有做通，做不了按揭。后来通过一些关系啊，给银行做通工作以后，可以做一半的按揭，这是小产权。第3个问题呢，价格贵。那么它的综合价格和县城里边的大产权比起来，它的均价2600起。那县城里边的均价基本上在3000起，差不了几百块钱，也就是3个问题：位置偏、小产权、价格贵。请问老师该怎么卖？当然，我们的孙总呢也提出了几个问题啊，说整个呢是350亩地，一期开发了50亩，大概400多套房啊，卖了一半，还有一半没卖掉啊。孙总关心的问题，我还有300亩，我该怎么办？也就是4个问题。那么通过常规的思路啊，常规的分析方式啊，这个盘基本上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死结，找不到解决方法，因为他们已经很努力了，各种各样的促销活动啊，送礼，什么方法都搞了一个遍，就是房地产行业所有的促销手段全搞了一个遍，发现没有用啊。所以我们今天服务的很多企业里边，大家很多企业我们的老板有一种感觉。也就是说，我们找这个行业里边的老师，可能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好多企业喜欢找跨界的，比方说喜欢找我这种跨界老师，因为我是非传统思维的，所以基于这样一个理念，那我们就思考啊。首先，我想在学习的人给我来思考一下啊，跟我来互动一下。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有没有碰到过死结或者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回顾过去的3年。在过去3年里边，有没有曾经碰到过我们要死要活的问题？那么今天再去回头看那些要死要活的问题，当你走过了以后，回头看当年那些问题，它还是个事儿吗？所以今天任何一个人、一家企业，你可能碰到了要死要活的问题，如果今天这个坎儿过去了，再过3年回头看，那也不是一个事儿。为什么？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人是因为经历越多，你的能力就越强。那比方说，我天天在企业里边跑，也可能在 A 企业里边碰到一个要死要活的问题，在 B 企业早就解决了。
也可能在 A、B 企业碰到一个要死要活的问题，在 C 企业早就解决了。当老师干什么？一个最好的老师，我认为他是一边学习，一边去研究，一边去服务企业，一边去讲课。老不学习，不自我提升，不去做学问，老讲课，那只是一个复读机而已。所以针对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从内心认为这个死结存在即合理，它肯定有解决的方法。我们说一个人想不开跳楼了自杀了，是别人把他逼死的，还是自己找死的？那肯定是自己找死的。说一个企业破产了亏损了，是自己找的还是对手逼的？同样的原理也是老板自找的。所以一个问题解不掉，只是说我们没有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我们有没有找到专业的人来解决问题？我们始终相信术业有专攻，如果你找到专业的人，那都不是事儿。所以我们首先的判断，我们首先出发点是这个问题它一定是有解，关键怎么解，它不可能是个死结啊。所以我们就问了我们的孙总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跑到这个地方盖房，那么偏，盖这么多房？原因、动机、起心动念是什么？这个我们要把它搞清楚，为什么要盖？他就告诉我，整个宁阳80万人口，有30万在外地打工，这个房子主要是卖给那些外出打工的人啊，为他们准备的房子。哎，那问题就出来了，你为什么要卖给打工的人？或者说打工的人为什么要买房子？原因，他们买房子，他们动机是什么？所以这个动机我们很多时候分为表象的和本质的。什么叫表象和本质？说女人天生爱漂亮，那想请大家思考，女人每天为什么要打扮这么漂亮？女人打扮这么漂亮，到底打扮给谁看的？很多人说有人说女人打扮给自己看的，我是鬼话。那女人周末不出门的时候还打扮自己吗？有人说女人打扮给老公看的，继续瞎扯。你天天和老公在一起吗？女人到底打扮给谁看的？啊，大家思考，不做解答了。说女人每当换季的时候，很多女人仿佛是从上个世纪裸奔过来的，缺衣服啊。女人为什么缺衣服啊？柜子真的没有衣服可穿了吗？我问很多人说缺，真缺，反正柜子有，我不想穿了。那女人买衣服的动机是什么？是关心面试、面料、款式、品牌、价格、好看还是什么啊？后来经过无数调研发现，说女人买衣服真正的动机是什么？满足内心的新鲜感。女人穿衣服最怕撞衫，如果有一个身材比我还好的人给我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那他就是我的仇人啊！这就是说他们买衣服的本质上的动机。所以打工的人买房，他本质上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要搞明白，他不是为了买房而买房，为什么？后来问了很多人，他们说打工的人买房子无非2件事儿：第一，为了孩子，挣点钱了，不愿意把孩子留在农村，想让孩子到城里边来接受更好的教育。第二呢，老人父母年龄大了，县城里边医疗条件能好一点，也不用住农村的破房子了，能把房子住好一点啊。这是说他买房子的基本动机啊，包含2个要素或者其中之一。首先，孩子是第一要考虑的啊，当然有的父母不一定愿意过来，有的过来啊，因人而异。但是孩子他首先是为孩子而买房，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上学教育环境。那请问一个常年在外边打工的人，他把孩子接到县城来上学，他有没有不爽或者难解决的事儿呢？他把孩子接到县城里边来，他想不想给孩子找到最好的学校呢？他进得去吗？关键是他谁也不熟，所以他把孩子接到县城里边来，他考虑2个要素，第一个叫择校，能不能选一个好学校；第二个问题叫接送。所以为什么在县城这一级，包括北京学区房卖的那么贵的原因，那么县城里边好多是学区房卖的好。所以记住这2个问题，说了择校的问题它好不好解决，接送的问题它好解决，无非买学区房，马路对面就 OK 了。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解决？如果说我们单纯强调我们的产权、价格和位置这个问题，这个房子当然是个死结。但是如果基于从客户的要求来出发，这个有可能能找到一个点。那比方说他把老人接到县城里面来，他最关心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叫医疗的问题，第二个呢
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他关心安全的问题。那么请问这4个问题是不是他的痛点，或者他不爽、比较难办的事儿？那么如果说我把这4个点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房子是不是就有价值了？所以我们说叫逆向思维。逆向思维，也就是说 AB 点思维啊。AB 点思维是什么呢？就不是我有什么 ，A 点是我有什么 ，B 点是我为你带来什么价值。那今天我们是有房子，我这房子带来什么价值呢？第一，我要把你择校接送的问题解决，医疗和安全的问题解决。那就这几个问题解决了，实际上这个房子它就有价值了。那么根据这4个问题，我们干了几件事儿。第一呢，买校车。我们当时准备买校车啊，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买成。我们买了6辆 SUV， 啊，每天2点一线，早上小区门口上车，送到学校门口。每天放学的时候，从学校门口上车，把他接到家里，2点一天免费接送，啊，每天免费接送，只要上学时间免费接送，给他做了一个增值服务。第二个呢，择校的问题。那么从外地打工的人，他可能跟学校不熟，但是我们好运家园的孙总，他去搞定关系，本身他也算个小名人啊，很多人都认识他。那与其让这几百个业主挨个去搞定学校，不如他批发式的去搞定，成本还低。让100个人去找校长，不如你1个人全找了啊！你去搞关系，当然我们也去做了一些专项工作啊，去扶持教育事业，支持教育事业发展。那么我们择校问题也解决了。因为幼儿园自己有，当时我们自己做了一个承诺，我说只要在我这儿卖房，我让你上宁阳最好的小学、初中、高中，当然高中有个括号，一中除外，因为一中毕竟还是要考的啊。所以这说择校的问题。第3个呢，我们就搞图书室。那么这个小区呢，它毕竟是西班牙风格，真的很漂亮，绿色啊，到处都是景，它的整个还有会所搞得很漂亮。当时我们提了要求，把那会所拿出几个会所出来，把它改成阅览室和图书室。干什么？让孩子放学以后，周末的时候有一个学习的地方啊，有个看书的地方。因为这个毕竟打工的人买房子都是刚需，都是刚生完孩子买房子的。那么要对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那么把图书室和阅览室好好设计一下，让孩子放学有学习的地方。那第4个呢，我们也让一些老师啊，在小区买房的一些老师，我们给他提供一些免费补课的教室啊，你搞一些补习班啊，搞一些课外辅导班。那么这个呢，自愿的原则，你可以收点费用，但是基本上我们做过调研，家长都是愿意的，因为那孩子就不用到处乱跑，不用上网去了嘛，在小区里边还能有个学习的地方，那老师也愿意啊，老师还能创造点收入啊。所以记住这个呢，我们把孩子的问题解决了。那老人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关于医疗的问题，因为它偏呢，它离县城还是远呢。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搞了一个小区的社区门诊啊，有急诊。其实真的家里有老人有紧急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打120还真不如小区里边急诊快。所以我们说，既有免费的体检给老人啊，我们社区门诊给老人提供免费的体检，同时有24小时急诊。如果有急事儿，我们急诊可以比120还快的速度上门服务。那么安全问题呢？整个小区里边是360度啊无死角的高清摄像头。每家每户都是彩色可视对讲门禁。更重要的一点是，每一家每一户的彩色可视对讲门禁旁边有一个红色的紧急按钮。当你家里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只要你按下那个红色按钮，我们的物业5分钟就上门。这个是一个增值的服务。那么基于这些，我们找到房子的价值点。从客户的痛点出发，我们锁定打工的人，从他的痛点出发，然后把这些价值重新提炼。其实我们也没什么太大的改动，就是买了一些车啊，然后呢，把接送的问题啊弄了一些图书室，其实改动不太大，但是呢，价值点就有了，也就是找到客户的刚需了。所以，当客户你说我贵，我能让你上县城最好的学校。你说我远，我有免费的校车接送；你说我小产权，我有最好的物业；你还说我贵，我有免费的医疗门诊；你还说我贵，我是省级最佳花园式宜居小区。
也就是说，当客户提出这些点的时候，我们都有对应的回答方案。当然，我们把这些点每个点都变成了软文啊，软文，天天去发。那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做咨询也好，我们去学习也好，拿到方案了，是不是意味着就一定能成功呢？也未必。我们好多企业拿到方案了，最后还是死掉了，在执行的过程里边死掉了。也就是说，这几个点是找到位了，但是怎么去实施的细节很重要。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在实施的过程里边，我们又做了一些活动啊，就是给大家可以分解一下整个实操的细节。那么这因为是我们操盘的案例，可以把细节给大家还原一下。那因为整个2015年，整个宁阳县房子卖的不好，说有将近半年，全县所有的房地产商、开发商都卖不出房子，大家都着急。那7、8月份的时候，那所有的房地产开发商都让自己的售楼员啊穿着旗袍，穿着高跟鞋。那山东可能我们山东的学员可能知道，山东赶集，逢7、逢9赶集，他们让这些美女们穿着旗袍、高跟鞋到集市上去发广告，发来发去一直没有效果，房地产老板很上火，业务员很委屈，为什么？啊，老板说员工肯定没有好好发。员工夫说了，我发了他不要，为什么不要呢？大家思考一下，打工的人根本就不在集市上，他们在哪儿？在外地。那集市上都是些老头老太太，你发广告当然都没用了。那房地产企业还土豪啊，印的广告纸很厚，200、300克的铜板纸，老头老太太都不要。每当散集的时候，一地广告纸，老头老太太为什么不要啊？那厚的纸回家烧点火都点不着，不好烧，没用。引火都不好用，所以这是最笨的方式。也就是说，你去做销售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的客户出现在哪里，你做的全是无用功。你如果再继续高压政策，你无非就是把业务骨干精英骂跑了，精骂的没能力的留这儿了，也能办7个半死。那些有能力的，你把他骂跑了。所以我们认为，一个企业当老板和营销团队都已经很努力、很努力，还没有结果的时候，要么是方向错了，要么是方法错了，要么是方向方法全错了。所以我们要去反思，那我们到底怎么去做呢？那外出打工的人，他们不在集市上，他们在哪儿呢？他们有自己的群呢，微信群和 QQ 群呢。你把这些东西写软文，加好友，啊，到群里面去发呀。去影响他呀，啊，关于我们怎么让他上县城最好的学校的问题，免费校车接送的问题，全部写成软文，配上图，定期的在微信群和 QQ 群里面发，给他们留下印象。他们有的11回家，有的农忙的时候回家，要么春节时候他们都回来。所以去年春节我们也搞了一个活动，啊，但是这之前我们还在网上做了一些布局，因为出门在外地的人啊，就是在外的一些在外面打工的人。很多是关心家乡的发展啊，有的人通过微信公众号，也通过百度来搜索一下宁阳。那么大家在百度里面搜索宁阳，第一个出来就是宁阳吧。当时我们在宁阳吧里边写了很多软文，就灌水，天天去发，啊，这是一种方式。那么去年春节呢，我们做了一些活动啊，当然我们还在县城全县的所有的乡镇啊，交通要道，我们还刷了很多户外广告，就宁阳买房好运家园，宁阳买房好运家园。做了很多广告啊，让别人留下个印象啊，留下个印象，说好运家园。那么这里边春节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场活动啊，2016好运家园陪您温暖回家，致宁阳在外游子。忙碌了1年，你们辛苦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值此新春佳节，万家团圆之际啊！只要您把你的高铁车次发给我们，因为宁阳它没有高铁站，往左是泰安，往右是曲阜，他们回来要么是泰安，要么是曲阜，有时候回来晚，可能没有公交车，怎么办？那我们就是说，只要你把你的高铁车次发给我，无论再晚，好运家园的车都在那儿等候你。这个春节，让我们一起温暖回家。我们搞了这么一个活动。那么其实这个给大家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就比较柔的啊，比较入心的这些温暖的活动。包括今年6一节的时候，我们还搞了一个活动，就是关爱留守儿童啊。其实，在农村里边还有很多孩子很孤独，因为父母没钱，长期没回来，
怎么办？那这个6·1呢，我们就带着他们一起过。我们和县妇联、县电视台团县委一起合作，让每个乡镇的妇联主任找这个乡镇里边最穷的留守儿童，把6·1节那一天提前一天带到好运家园过来，和我们小区里面孩子一起过6·1，给他们买书包买学习用品，让他们感受家庭的温暖这是做公益活动。我也提倡我们今天做品牌要力所能及的去做一些公益活动，回报这个社会有钱了力所能及给别人一些支持，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积德行善的好事情。那么这个呢活动呢也是反馈很好，那么让这些妇联主任带着孩子们玩开心了，然后呢我们就给妇联主任给他们沟通一下，开个会聊一聊我们在哪些乡镇还有哪些有钱的人还没买房子，可以推荐一下这叫什么渠道跨界打结。所以今天我们做营销要思考一个问题大家思考谁的客户同时是我的客户，或者说我的客户同时是谁的客户。说做营销你没有必要非得自己去把所有渠道自己建，你开车从北京到武汉，你非得自己修一个高速公路吗？人家已经有现成的。或者说你非得自己开车，你不能拼车吗？你非得自己建个高铁吗？你非得买个私人飞机，不能坐别人的私人飞机吗？你不可以包个机吗？还 N 多种方式所以做营销切记什么事儿都自己往死里投这个我觉得要找到最简短最有效的路径，学会借势跨界打结。当然背后我们做的还很多去整合渠道，比如说保险公司业务员合作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呢就是在短期内就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就是说找到客户的痛点。那么这个房子呢我们当时主要是第一个阶段主要思考的是什么？就卖给刚需，把产品变成客户的刚需。那么这种刚需用户呢，因为房子的属性里边，一个房子它3重属性，第一个叫刚需，就是结婚和打工的人，包括当时为了吸引结婚的人，我们怎么做呢？整个小区它完全是西班牙风格，真的是很漂亮绿化容积率37.2%，到处都是景儿。那每当周末的时候，以前经常会有婚纱影楼带着新人过来拍婚纱照。那以前我们是无意识状态，后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和全县所有的婚纱影楼合作只要你带新人来拍婚纱照，免费提供环境，免费提供休息，免费提供喝水的地方，让人多，人越多你拍的越多，你变相的不就是宣传吗？反正这么好的风景你不分享给更多的人吗？所以这个呢在刚需上我们做了很多文章，结婚的和打工，主要当时我们主要是以锁定打工为主。那么这个很快小户型就卖得很好，卖得一火，你看中国人特别喜欢山寨，一见你火了他就来模仿。所以在北边就有人搞了一块地来对标好运家园。你看你小产权卖那么贵，那我搞一个大产权卖3000起。那么在隔壁搞一个，以前卖的不好没人来，你好了就开始来模仿了。说实话这是一件很恶心的事情。当然商业没有办法，正常市场竞争，当你做得好的时候，自然就有人来模仿你。所以今天做品牌就是什么？你怎么样给自己建立一条护城河，让别人进攻不了你，这才是根本。所以当时说有这个消息以后，我们孙总还很着急，老师怎么办？说有人模仿我们在北边重新建一个小区大产权均价3000起怎么办？我说这问题好解决呀，你找他的痛点不就完了吗？找竞争对手痛点往死里捅你不能忽视他来了势必会对我们造成影响。我们后面还是300亩没开发怎么办？当时我们就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因为人家他是刚说征地要开始建，还没建成呢，没建成怎么办？我们有办法呀，因为你是现房，人家是期房。那其实2015年我们也在县3、4级市场，我们听说了很多烂尾楼很多老板跑路所以当用户来看房的时候，他不可能只看他不看我们，他总会比较。那我们的售楼员，我们导购要学会去讲一个故事讲什么故事呢？买房是买期房好还是买现房好？比方说买现房的好处，买期房的危险。那比方说在泰安，在肥城其他某某地方某某县，因为房地产那个开发商资金链断裂跑路了，留下一个烂尾楼，政府也不管，没人管，死那儿了。比方说某因为买了一个烂尾楼，月供首付也付了，月供还供着，但是房子住不进去，很痛苦，退钱不知道找谁退，等等，你去对客户形成刺激。当然
也不一定会对所有的客户形成刺激。有的人胆儿大，那也没有关系啊，你不可能说把所有客户全成交了，只要有人他心里就会播下一个种子，忐忑了。哎呀，他跑路怎么办呢？这样就是说，你对他形成刺激啊，告诉我买期房不如买现房靠谱。所以这个呢，我们在这个执行过程里边，因为我们在做一个项目是长期的跟踪啊，长期跟踪，他每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给他提供解答。所以碰到这个问题，我们马上出拦截的招，找到对手的痛点啊，往死里捅一下。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啊，比方说我们以前服务一个餐饮企业，老牌饭店了啊，N 多年了，做了很多年，在一个老城区里面，这个老城区已经成为一个景区了啊，那个这种旅游景区了。那么他们这个饭店做的也很好，但是因为是老饭店啊，老饭店里边不像现在的饭店，这饭店现在饭店因为经常搞大型活动，它层高建得高，它装修会做得很漂亮啊。那老饭店一般的大厅相对会少一些，大厅层高也不够。那么这个饭店他们以前也是会接一些包房的业务啊，但是包房的这种商务、公务宴请少了，商务宴请还有一些，那平时主要靠大厅的一些聚会啊、宴请啊、婚宴这些活动。那么他的对手瞄准了，哎，在一个老城区里边，一个旅游景区，风景又好，他发现他的生意好，就眼红，就在马路的斜对面开了一个6层楼的一个大酒楼，6个大厅，全部是大厅，就针对他来干的啊，对着他干，就是意思要把他干掉，因为你的老饭店，你的自然条件所限，你不可能说把楼高再加高，你再重新装修成本太大，怎么办？人家瞄准你的，我重新装6个豪华的宴会大厅，直接来拦截你的生意，还有3个月就开业了，怎么办？你不可能阻止人家开业，你不能去砸人家门，违法。怎么样合理合法的去拦截？那我们也有办法呀。大家知道装修，家装和工装有没有区别？我们家装对环保的要求是很高，特别有钱人。家装对环保要求高，那工装可能对材料要求就没有那么高，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没有那么高。那在餐饮行业，它的装修材料对环保有没有关注呢？它不一定会关注那么高，怎么办？那我们找它痛点呢？那比如我们老饭店，我们不称装修，老饭店装修很多年了，所以我们就会写很多软文呢，让很多媒体去发呀。就是新开的饭店头3个月不要去吃饭，为什么？好吃命没了。你可能饭菜好吃，但是在这样新装修的环境里边，什么甲醛、乙醇、苯很多是严重超标的。这头3个月，你的所有的有毒物质全部进入到你把嘴顾上了，你心没了。包括我们住新酒店，不知道有没有感觉？我们新装修的酒店，我是出差是一般不太喜欢住新酒店。当然，我们很多客户很客气，哎，新酒店干净，其实真不干净。刚开的新酒店，进门一股味儿。你得整晚上把窗户打开透气儿，因为里边它的装修材料，它不可能用特别环保的材料，不可能。所以这个餐饮行业，那比方说你要瞄准对手，我们只能说找他一个痛点，不能说好不好吃。我讲餐厅里边的无形杀手，比地沟油更可怕的无形杀手。地沟油你可能闻得着，可能尝得出来，那是空气中的无形杀手，它多喷点那个空气清新剂，你是感受不到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癌症、那么白血病，就是装修中的无形污染造成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找这些痛点去宣传，那大家还敢去吃吗？一个新开业的餐饮，如果头3个月不火，基本上就没戏。这是心理啊。开业不火，大家看你开业都不火，肯定不好吃，就没人来吃了。那团队开业3个月不火，团队也没信心了。所以说，这是我们找到客户痛点往死里捅啊，一下给捅，就是一招制敌，一针见血，找到他痛点往死里捅。你不可能拿你的劣势去比人家的优势，那就找对手痛点，就是放大自己的优点，放大对手的痛点，他的缺点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在拦截对手要进攻的时候，比方这个来进攻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他的痛点往死里捅。那么卖了快1年，嘿，问题又出来了。我发现企业的成长它是个动态的过程，变化的，因为这个市场是动态的，对手是动态的。你的对手不可能傻乎乎的一成不变的等着你去进攻，那么问题又出来了。我们刚才说了，卖打工的人都是卖刚需的，刚需的有什么特点呢？小户型多，卖刚需的，他们买第一套房子，大家都不是很有钱的，90平左右的多。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学习的各位思考一下，我们买第一辆车，有人买特别好的车，一般的人买第一辆车。相对来说都是相对便宜一些，买第2辆车的时候才会买的好一些。买房也是这样的，除暴发户以外，
一般人买第一套房子相对都是小户型，第二套、第三套有改善的时候可能会买大户型。房子这个商品的3重属性，第一重属性卖给刚需，第二重属性卖给改善的人，第3重属性完全投机需求。那么当把小户型都卖完了以后，发现有140到200平的怎么办？打工人买不起，问题出来了，大户型买不起。那这些房子你就要卖给那些有改善需求的人。那改善需求的人和刚需的人他又不一样了。改善需求的人，因为他资金实力相对雄厚啊，他相对有钱呢，他孩子大了，他上学不是刚需了，他的环境有刚需了，对整个小区的环境和物业刚需了。所以这里面我们要针对改善需求的客户来进行2次优化。那么这里边，因为他的房子的确是有点偏，我们在门口挂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LED， 实时显示小区里面 PM2.5 空气的湿度啊，那个温度、噪音，大屏幕实时显示。我们强调，因为是省级最佳花园式宜居小区啊，它的确是环境很好啊 ，PM2.5 才0.8啊。你看北京现在多少？今天估计都上几千了，或者500了。它那低啊，为什么低啊？的确周围很荒凉啊，全部都是田地啊，所以这也它的优势啊。所以我们要打这边空气负离子高啊，这边环境好啊 ，PM2.5 低啊，噪音低啊，当然我们还有物业啊，那么把物业的价值再把它放大啊，物业的管理的价值，把每一个细节做到贴心啊。那么这个怎么样去做得更好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你掏心掏肝掏肺，总想把最好的价值给客户，但是客户不买账。不接受，往往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就像小白兔去钓鱼一样，小白兔听说有个池塘有鱼，每个人去钓鱼都钓回来了，他也很羡慕。有一天，他决定他找个时间他去钓鱼去了，他做好了很多准备，他把自己最喜欢吃的胡萝卜丁准备好了，准备用来去钓鱼，来到这个鱼塘里边。从早到晚钓了整整1天，一条鱼没上钩，小白兔就很沮丧，很伤心。什么情况啊？听说有鱼，难道是别人骗我的？为什么我一条也没钓起来呢？天快黑了，灰心丧气的准备把钩收起来，准备走。正在收钩的时候，一条鱼从水里蹦出来的。你这个天杀的，你不知道我喜欢吃蚯蚓吗？你竟然用胡萝卜来钓我！那我们很多销售、很多企业经常会犯这种用胡萝卜钓鱼的故事，这种错误。所以当时我们去思考，你要做宜居环境，做改善需求，大户型。这种大户型，当时他们也想了很多方法，比方国家鼓励开放2胎了，这是个利好消息。你家人口多了，90平米不够住了，再买140，当然这个还不是真正本质上，他们不会买2套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从他的需求出发，怎么从他需求出发呢？做用户调研，问你有改善需求的这种客户，你理想中的小区应该是什么环境呢？刚好偏一点比较合适了。真正改善需求的，他不愿住在城里边，吵闹灰大。你看北京最好的别墅哪有4环以里，弄不能跑到密云怀柔去了？它偏，那空气好啊，所以叫改善需求。它偏一点就对了。所以我们重新再来进行2次定义，反正刚需卖完了，你想卖改善，来重新对这个品牌来进行定位。改善的需求是什么？空气质量、环境那它的便利性，包括我们刚好还有利好消息，也就是说，它小区旁边要开一个高端的私立学校等等等等。那么就是说，这个就需要重新定位了。那么就是说，当用户的需求发生改变的时候，你要做相应的调整。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分享了一个好运家园这么一个案例，怎么找到客户的痛点，找到客户的刚需，把这样一个看似没有未来的楼盘，把它迅速给卖掉我觉得凡事情只要你真想以一种正向思考的力量什么叫正向思考？你认为这个问题它一定是有结果的，按照有结果的方向去求证，它是很有可能能找到真正的结果。如果首先你内心都已经否定了，你觉得这个事情没希望了，那不可能找出结果。就像是说，一个成功的人，他会为成功找到10000种方法；一个失败的人，他会为失败找到10000个借口。所以找借口和找方法不一样。首先，你的出发点就决定到底有结果没有。你想有结果，它就一定会有；如果你不想，它一定会没有。
你越想挣1万块钱，想挣10万块钱，如果你想你一定能挣到，你去努力，它就能挣到。你想都不想，那根本就不可能。所以这样一个看似没有结构的楼盘，我们迅速把它卖动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案例啊，就是把一个房子啊，怎么找到用户的痛点。